几年前，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谢尔盖·格列斯拉夫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宣称，俄罗斯的新型坦克 T-90MS 在整体性能上堪称国际市场上的佼佼者。然而，他未曾预料到的是，现实很快便给出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军后勤面临来自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的压力，最终不得不将 T-90坦克投入战场。然而，这些坦克亮相不久便遭遇重创，多数被一款搭载小型转膛迫击炮的无人机击毁。这种无人机成本极低，加上弹药的费用也不过10几万台币。相比之下， T-90在2016年的造价高达450万美元，这场战争经济账显得颇为讽刺。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款无人机竟源自台湾，这不禁让人质疑 T-90坦克真的如此不堪一击吗？俄罗斯设计并推出的 T-90SM 这款令人瞩目的陆上作战利器，它不仅是俄罗斯先进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全球首款装备自动装弹机的坦克。其设计尺寸恰到好处，宽度3.46米，高度2.26米，整体战斗权重达到46.5吨。车内3名成员紧密协作，共同发挥出团队的强大力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T-90SM 的装甲防护体系，能够在面对高速来袭的反坦克炮弹时，迅速启动并释放反导系统，有效拦截攻击，展现出卓越的自我防护能力。尽管其基础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传统，并未在所有方面都追求极致先进，但 T-90SM 的综合性能力求卓越，旨在成为战场上无可替代的强大战争机器。在 T-90SM 的驾驶舱内，唯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陆军测试员才有资格驾驭这台精密的战争机器。不同于日常驾驶，它展现出对复杂地形的非凡适应能力，凭借精准的工程设计，能轻松以30度倾角攀爬约10米高的山丘。面对地面障碍，其独立的12轮悬挂系统确保成员几乎无震感，这是对稳定性的最佳诠释。更令人瞩目的是，它跨越近1米障碍物如履平地，即便是半米高的障碍，对无经验者而言也易如反掌。在水域作战中， T-90SM 同样游刃有余，无需加速即可穿越1.5米深的水域。加装水下驾驶装置后，深度更可达5米，彰显了其战场适应性的全面性。行驶后的排水过程虽是一个小细节，却也让人忍俊不禁。谈及生产背景，这款坦克出自声名显赫的乌拉尔战车工厂，该厂规模宏大。T-90SM 的生产遵循严格的流水线作业，从履带底盘的精细组成到机械部件的无缝整合，每一步都体现了规范与精细。随后，专家团队接手电气设备的安装，从错综复杂的电缆到高精尖的传感器，从应急灭火器到精密变速箱，每个部件都被精准对接，确保了坦克的高效运转。不得不提的是 T-90SM 的心脏，一台拥有12气缸的涡轮柴油发动机，其澎湃动力高达1000马力，使这台重型坦克能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驰骋，战场上所向披靡。某种意义上，它仿佛真的能在战场上飞翔，特别是在慢动作回放射击瞬间，坦克稳稳扎根于坡面，仿佛仅凭底部就能稳固站立，令人赞叹其设计与功能的卓越。T-90SM 的适应性展现了其工程设计的无限灵活性，彰显了俄罗斯军工技术的强大实力。这颗全能动力心脏不仅燃料灵活多变，支持柴油、汽油乃至煤油，发动机的安装过程极为精细，需2名专业人员配合起重机小心安放至履带底盘上，随后进入紧锣密鼓的测试阶段。在专属的测试车间内，工人们细致检查坦克的每一个系统与组件，确保每一环节都经过严格审核，最终完美融合于底盘之上。当重达约2.5吨的炮塔与主炮安装就位后，接下来的关键步骤是集成炮塔的电气系统。这是一项既复杂又精细的工作，需要连接坦克上长达15公里的电线至武器稳定系统和火控系统，为坦克装上射击的眼睛与思考的大脑，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随后，炮塔与底盘被精准地结合在一起，坦克的轮廓至此基本成型，但仍需完成一系列收尾工作。在这一最终阶段，将进行详尽的测试与组装，确保所有参数精准无误。专家们会仔细审查炮塔的回转性能、火炮的机动系统等各项数据，确保一切达到最佳状态。
坦克调试与系统组装过程历时约2周，期间有多达650名工人参与。然而，坦克的防护能力远不止于此，反应装甲的安装更是其核心所在。这一设计理念堪称精妙。2000磅重的装甲板内嵌炸药层，一旦装甲受到冲击，炸药即刻爆炸，产生冲击波与来袭导弹相抗衡，极大地降低了对坦克本体的损伤。这一自动防护系统被命名为帷幕，其内置的烟雾弹与发热照明弹，如同战斗机上的干扰弹，能有效误导激光制导炸弹，为坦克提供额外保护。而 T90SM 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更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它首先通过雷达系统探测来袭炮弹，随后高效计算系统迅速评估其速度与方向，最终激活反导系统，在炮弹触及坦克之前将其摧毁。这一创新技术的引入，使得 T90SM 坦克成为战场上的真正巨兽。其强大的防御能力让敌人望而生畏，难以逾越。而台湾的无人机，其攻击策略既非侧面也非正面，而是巧妙地针对 T90坦克的防御死角顶部发起进攻。T90在应对顶部威胁时显得力不从心，其装甲内的炸药系统难以识别并有效抵御自顶端而来的导弹与小型炸弹，因此，当 T90遭遇台湾转膛迫击炮无人机时，其生存概率几乎为0，这正是台湾无人机的独特优势。然而，在陆地装备的王国中， T90SM 坦克无疑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一件精致的盔甲固然能提供强大的防护，但在战场的智慧博弈中，还需配以锋利的剑及先进的武器系统。T90SM 深刻诠释了最好的防御是进攻的军事哲理。它装备了多样化的武器，包括穿甲弹、跟踪导弹、高爆弹、破甲弹以及2挺不可小觑的7.62毫米机枪，构建了强大的攻防体系。穿甲弹以其惊人的破坏力著称，能对装甲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尽管发射时坦克会因反冲而轻微晃动，却丝毫不影响其精准射击的能力。机枪则通过远程操控实现精确打击，展现了高度的准确性。炮弹与导弹则是战场上的多面手，它们在5公里的广阔范围内，既能清扫地面目标，也能击落低空飞行器，飞行速度之快，如同战场上的闪电。特别是破甲弹，以其聚焦的高温高速金属射流穿透敌人的防线，是反坦克作战中的关键力量。当在450米距离发射时，其产生的巨大压力和高温令人啧舌。导弹如同划破天际的流星，以惊人的速度命中目标。此外，高爆弹作为摧毁敌方防御工事、装甲车辆及构筑物的利器，其强大的爆炸威力和广泛的杀伤半径，让敌人闻风丧胆。值得一提的是， T90SM 的外销版 T90MS 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备受赞誉。这款现代化的战车凭借其均衡的综合作战能力，在战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全球武器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与精细研发， T90MS 承载着现代战争对高效全能战斗机器的所有期待与追求。实际上，早在2年前，埃及国防与军事生产部就与俄罗斯的乌拉尔瓦贡扎沃德公司及其武器出口代理商达成了协议，计划依据许可证在埃及生产500辆 T90MS 主战坦克。据俄罗斯国防工业消息源透露，俄罗斯 UVC 公司将在埃及设立工厂，专门负责组装 T90MS 坦克。不过，预计 T90MS 坦克不会在埃及实现全面本土化生产，因为大部分关键部件仍需从俄罗斯进口。若此消息确凿，这将标志着埃及陆军首次大规模列装俄罗斯制造的坦克。与公众普遍认知不同，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埃及陆军的主力坦克已全面转向美制。此前，埃及陆军主要依赖苏联制造的 T55和 T62坦克，但这些坦克在中东战争中表现欠佳。自1979年起，埃及开始引入美制 M60坦克，至90年代初，其装备的 M60A1和 M60A3坦克总数已达1716辆，而原有的苏制坦克大多被封存。1988年，埃及与美国签订协议，引进555辆 M1A1坦克，其中大部分在埃及开罗通过许可证生产。至今，埃及陆军的 M1A1坦克总数已超过1300辆。作为世界上除美国外装备 M1系列坦克最多的国家，埃及如今为何又要从俄罗斯引进 T90MS 坦克？
这背后与利比亚的局势紧密相连。早在2017年，俄罗斯媒体就报道过埃及计划按许可证生产 T-90坦克的意向。随着利比亚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埃及可能介入其中的风险增加，这一坦克交易也随之浮出水面。自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陷入长期内战，各方势力为争夺石油资源而激战不休。历经近9年内战，利比亚逐渐形成了2大主要政治力量，一方控制着西部包括首都的黎波里在内的地区，土耳其是其重要支持者；另一方则控制东部、中部及南部主要城市和西部部分地区，获得俄罗斯、阿联酋及埃及等国的支持，特别是埃及已在2国边境部署重兵，包括大量 M1A1 坦克和军用直升机。埃及与俄罗斯签订的这份 T-90MS 坦克生产合同，与现有的 M1A1 坦克在后勤维护及零部件供应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太可能仅供埃及自用，更可能是为支援利比亚内战而准备。这些坦克的驾驶员或来自俄罗斯雇佣兵，甚至可能招募利比亚当地军人。鉴于利比亚陆军历史上曾广泛使用俄制 T-54、T-55、T-62及 T-72坦克，其驾驶员经过培训后能迅速掌握 T-90MS 坦克的操作，因此这500辆 T-90MS 坦克的订单或预示着埃及将深度介入利比亚内战，且背后资金可能得到阿联酋等国的支持。利比亚内战双方的对峙日益紧张，无论哪一方能更广泛地代表利比亚民众意愿，外国势力的介入都无疑将使利比亚人民成为最终受害者。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